今儿晚上看见林荫的眼神那么瘆得慌，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？多心了吧你？没有，这里边绝对有问题。耿风尘到底藏哪儿呢？该找的地儿咱们已经都找过了，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。不奇怪，也许正应了那句话：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。我估计啊，他肯定猫在一个你我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那他会在哪儿呢？是时候了，非得把这个案子查个底儿掉。其实之前好多人都觉得这里边有问题，可大家都是背后议论，谁也不敢公开说出来。这种议论不局限于我们公安局内部，社会上也有很多议论。林荫想起了自己来凤春前，省厅领导对他的指示。林荫同志，凤春的情况是复杂的，你要尽快查清事实的真相。说话吧，林局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一查到底啊！林局，我先说一句，这个案子不同以往，我们大家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我先提个要求，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就我们4个人知道。下一步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，如何对付内鬼。徐静安和关伟有重大嫌疑，如果耿凤尘所说的话属实，那么他们就是黑恶势力的同谋，而且有杀人犯罪的嫌疑，甚至杀害了我们的同志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绝对要对他们保密，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。我先表个态，只要我在凤春1天，我就会好好干1天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就能改变这里的局面。不管问题有多严重，不管涉及到什么人，我都不会退缩半步。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不用我自己表白了吧？林局，其实不光这2个人，我认为咱们分局之所以成为今天这样，根儿就在人黑子那儿。人黑子？对，就是任大祥。他为人太黑、太狠、太贪，所以同志们才给他取了这个绰号。只不过没人敢当着他叫。我们现在抓紧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对策。林局，我建议把徐静安和关伟从他们的岗位上撤下来，先把枪下了。不行，这样不合适。你要一动，他们马上就会有所准备。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想办法找到他们的犯罪证据。还有，我认为他们之前进行的所有的侦查活动可能都有问题，必须要重新查。如果耿凤尘说的话是真的，那封恐吓信可能就是伪造。我在袁万春的办公室看到过一台打印机，也许那封恐吓信就出自他自己的打印机。那我们只要搞到那台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东西，送到省厅的技术部门，跟那封恐吓信做一下比对，那结果就有了。对袁万春的调查还不能公开，否则就会惊动他，对破案不利。打印机在袁万春的办公室，我们的人怎么才能进去，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呢？严总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必须尽快把耿凤尘做掉。他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，咱们越麻烦。明白。从现在起，要加强对袁万春和他同伙的侦查，集中精力把掌握的线索列出来，争取寻找到突破点。另外，
要仔细的审阅耿凤臣的卷宗，争取找到漏洞。耿凤臣的妻子和李飞，他们的疑点还没有排除。小马，你要继续监视。是。那打印机的问题谁来落实啊？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，但还不成熟，容我再想想。林觉，你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儿，老陆？来，坐下说。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案卷，有几个疑问。第一，就是耿真的死。耿真的死？那天我也去了案发现场，当时确实有证人证实，说耿真是自己从3楼窗户摔下去的。是的，这一点我没有疑问。那你的疑问在哪儿？他的逃跑。耿真只是耿凤城下面的一个跟班，他的罪过还不至于严重到非要冒死逃跑。嫌犯试图逃脱，警方是有权把他击毙的。他不顾一切的要逃跑，这我就产生了疑问。林荫听懂了鲁鹏的弦外之音，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表面现象掩盖的逻辑问题，那就是耿真逃跑的真正动机。他为什么要逃跑？他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还有那个神秘的杀手和剑毒，那个杀手的目标究竟是谁？其实我也有很多的疑问，觉得很蹊跷。比如那把锤子、杀人用的剑毒，还有对我电话的监听。大陆，一切就按照你的想法走，我全力配合。我说你这个身体行不行啊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？你答应我啊，等这个案破了，咱去医院好好治治。啊？案子破了，病也好了。给。喂，林局，锤子的线索有进展了，跟鲁局的推测一样。我们之前的线索排查的确没有做到位，现在好像找到它的主人了。我和鲁局正预备赶过去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，你把地址发到我手机上。好。什么情况？我们队发现锤子的附近又进行了排查，上次疏漏的那几户，这回也都见了面了。有一户姓范，他儿子当过木匠，据他说，有一回他给一个朋友家修理门窗的时候，好像见过那把锤子。刚才电话联系过了，他那个朋友正好在家，咱这就过去看看吧。行，抓紧时间去一趟。这锤子是我的，怎么了？你先别着急，再仔细看看。这把锤子是我向一个朋友借的，你看，我怕它松，这还铆了一个钉子呢。可是早被你们公安局没收了。什么？让我们给没收了？对呀，半年前我在工地上干活，和一个朋友吵起来了，就抄起这把锤子想吓唬吓唬他，没想到他报了警，
警察来了，罚了500块钱，还把这锤子给没收了。你向哪个朋友借的锤子？工地上的一个哥们儿叫耿真。没收你锤子那个警察是谁？叫关伟。你认识他吗？认识啊，这条街上没有人不认识他。这事儿不能跟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林荫虽然已经怀疑到关伟是黑恶势力的同伙，怀疑他是内奸，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把锤子也出自关伟之手。难道他真的是杀害胡万生、袭击自己的凶手吗？那就是说，这把锤子是被关伟没收了，他也把它拿了出来做凶器，袭击了我，也袭击了胡万生。当时审讯耿真的时候，他说把锤子借给了朋友，现在看来，他的话是真的。如果锤子在关伟手里拿着，那么就跟耿凤臣没有关系。可是锤子上耿凤臣的指纹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按理说，锤子和耿凤臣没有发生关系啊。难道是冯才那儿出了问题？这不可能，冯才绝对不会有问题，这个我敢担保。林觉，其实我一直在怀疑锤子上的那枚耿凤城的指纹，但是没有证据。我问过冯才，他今天下午也该从省城回来了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再仔细的问问，是不是在检验的环节上出了什么差错？他回来，贱弩的事儿也可以搞清楚。我问过他了，跟我们分析的一样。现在的线索是越来越清晰。自从邻居被袭击之后，就是有人故意把我们的视线往耿凤城身上引。锤子上的指纹，袭击胡安生的妻子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让我们感觉到是耿凤城干的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在我发现那把锤子之前，关伟他们已经搜查过那口污水井，当时没有发现锤子。如果关伟就是凶手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要在搜查之后才把那个锤子扔到井里头？他会不会是感觉到自己的哪些行为不太妥当，怕我们侦查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就抛出了这把锤子，转移我们的视线？可既然那把锤子是赃物，他不怕别人认出来吗？肯定是自己收起来，没有上交。如果锤子的真相真是这样，那另一条线索也有疑问。那个贱弩肯定就不会是耿真定的。这些疑点要继续深入的调查下去，就一定能发现新的线索。哥，变勤快了啊！什么时候见过你擦枪啊？怎么了？你有意见啊？对你我有什么意见？哎，刚才我看见冯才从省厅回来了，手里还提了个箱子，我估计里边肯定是物证和鉴定报告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算他们弄清楚了，几支弩箭是同一个人射的，可能有什么用啊？这能帮着咱们找着耿凤臣吗？不能这么说吧。
你有没有觉得林英被提拔有点突然？我也觉得。本来吧，我还想问问任局，后来又一想，这次没有提拔他当局长，反而提拔的是林荫，他心里一定不痛快，也就没问。这不是冲上去找不自在吗？关伟，咱可得抓紧了，必须要抢在专案组之前抓到耿风尘。这样的话才能显示咱们的能力啊，在人局面前也能说上话。最近赵明他们几个老在一块嘀嘀咕咕的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林局，审厅技术部门的鉴定和我们的判定是一样的。这3只剑弩是同一厂家的产品，或者说是同一台机器生产的，不会有错。辛苦了。应该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那把锤子的鉴定是你亲自做的？是。那上面发现的指纹，确定是耿风尘的吗？确定。怎么了？林局，我在指纹比对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差错，而且这把锤子是袭击你的重要凶器，所以我在提取指纹的时候特别的小心，这一点我敢向你保证。我们分局有没有耿风尘指纹的样本？有。保存在哪儿？原件在我的保险柜内。好，你把原件调出来，再做一次比对。好。进来。王队，林局，我想跟你谈谈。什么事儿？坐下说。林局，我听说老鲁跟赵民又在查那把锤子，是我让他们查的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林局，你不信任我？关伟，你问我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你查过的线索，别人就不能查了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，你看，我已经查过的东西，他们又去查，这别人怎么想啊？当然，我也有可能有疏漏的地方，他们查查也没什么。如果他们有什么不好查的地方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协助。如果需要你，我会通知你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关伟，现在市委对打黑除恶工作非常重视，你是档案队长，要留意这方面的事情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。是。
有情况要向你汇报。你在哪儿？我们都在专案组。好，你们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卢局，林局，什么情况？是你提出来的，你说吧。林局，咱不是想查袁望春那部打字机吗？嗯，我们想过了，要想不被他发现，办法有一个，偷。坐，林局。林局，我们可以在不被袁万春发现的情况下，潜入他的办公室，用他的打印机打印出些资料，和样本一比对，结果肯定就有了。林局，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办法。林荫心里在激烈的斗争着，如果被袁万春察觉，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被动，但是这样做也不失为突破僵局的一个特殊的方法。万春集团保安措施很严密啊，这我们知道，所以行动方案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具体行动谁来实施？我们俩。好，行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，不许出差错。没问题，那我们去准备了。去吧。喂？什么？我在专案组办公室，你马上过来。什么情况？丰才说他保险柜里指纹样本出了问题。我一直对那把锤子上出现耿凤臣的指纹感觉到很蹊跷。按照是耿凤臣的解释，他的指纹不可能出现在那把锤子上。是不是有人把他的指纹转移到了那把锤子上？如果是有人故意想陷害耿凤臣兄弟俩，那弄枚指纹留着，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林局，鲁局，有问题。坐。我刚才从保险柜里把耿凤臣的指纹拿了出来，重新检查了一遍，结果我发现，这枚指纹肯定不是我原来采集的那枚。我原来采集的那枚应该是耿凤臣右手食指的指纹，比较完整，但这枚指纹方向完全不同。而且我和电脑里的指纹库比对过了，也不吻合。那就是说，现在保险柜里保存的那枚指纹样本根本就不是耿凤臣的。是的。这么说，有人动过保存样本的保险柜了？可是这个保险柜的钥匙只有一把，我一直带在身上，别人是打不开的。除非……冯队，这件事情先不要扩散，仅限于我们3个人知道，一定要保密。好。肯定是有人偷梁换柱，取走了耿凤臣的指纹样本。如果那把锤子上耿凤臣的指纹跟我们丢失的这枚指纹样本有关的话，那就是说从一开始，这就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，目的就是要转移我们的视线。可是能从计侦科的保险柜里窃走这枚指纹样本，一定是内部。林局，我怀疑就是关伟干的，他有开锁的技术，打开刑侦处的大门跟保险柜，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。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啊。林荫的心里明白，他和鲁鹏对嫌疑人的判断是一致的。可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掌握证据，因为只有证据，
铁的证据，才能将他们绳之以法。陆军，林军，准备，干嘛？准备怎么样？好了，那就出发吧，大家分头走。哦，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明白。陆军，小陈最近表现怎么样？这孩子本质不错，但还是不能让他知道内情，所以派他盯着李飞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。他们干嘛呢？好像有什么事儿。我们按原计划行动，我跟李英局联系一下，你们小心点。明白。走。林局啊，袁万成已经从万春集团门口出来了。好的，明白。陆局，李飞从家里出来了。盯住他。
喂，耿哥。喂。别动！我是警察，谁动我就毙了谁。去！赵队，他对电脑设置了密码，怎么办？试试。李飞，站住！再跑开枪了！我不动，我不动，蹲下，双手抱头。老实在这待着，动一步回来找你算账。鲁军。陆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快去找枪。是。怎么办呀？进不去。这过去电脑就操作不了打印机，再试试。陆局，枪找到了。把他们带走。是，警察同志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是在这帮你们抓坏人呢。你们抓错人了，你们现在应该赶紧去追人。你少废话，我问你，刚刚跑掉那是谁？耿风尘。陆局，咱们应该调人来搜捕耿风尘。先什么要紧？带走。哎，陆局，我看您身体一定还有问题，要不咱们先去医院吧。没事，待会儿就好。带走。还是不行。
这打印机上打出来的。这就是样本。怎么样了？成了。这儿呢。坐。刚才正赶上袁万春回来了，还真挺悬的。不过反而有了意外的发现，袁万春把一个微型密码箱放进保险柜了。看那个样子，那个密码箱好像挺重要的。如果能搞到它，可能对于整个案件的侦破会有帮助。我本来想打开那个保险柜的，可是赵队说时间已经不短了，所以我们就先撤了。没关系，还会有机会。哎，鲁局那边怎么样？抓住了李飞和郝连成，但是耿凤臣跑掉了。看来袁万春他们也在行动。李飞啊，你再说一遍。耿凤臣给我来了个电话，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见面，我就按照约定去了。谁知道郝连成突然冒出来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向我们报告？哎呀，我有顾虑啊。耿凤臣神出鬼没的，是吧？他说他要跟我见面，那谁知道他来不来呀？万一他要是不来呢？我不就骗你们了吗？我呀，就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再向你们报告。袁总最近心理压力很大，一直担心遭到暗算。他让我想办法找到耿凤臣，然后把他交给你们。李飞以前是耿凤臣的手下，我想如果耿凤臣来凤春的话，可能会跟他联系，所以我就一直盯着他，没想到还真碰见了。可是他一见着我就跑，我没办法再开他枪。我没往他身上开枪。你们现在应该赶紧去抓人。是袁万春派你们这么做吗？不是。袁总平时对我们很好，我们想在他面前表现表现，自作主张干的。今晚上见过你们袁总吗？没有，下了班我就没看见他。这把枪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？
郝连成说袁万春不知情，肯定是假话。我们亲眼所见，郝连成跟袁万春是刚刚分手，他们的行为绝对不是巧合，完全是有预谋的。也就是说，事先他们就知道耿凤成要跟李飞见面。喂，我是林荫。李局长，他们要杀我，这回你该相信我了吧？我是冤枉的，是被陷害的。林局长，救救我，救救我们全家吧！耿凤臣，你要听我的，你不要再这样躲躲藏藏，你赶快投案自首，帮我们把你的案子查清楚，这样不好吗？他们现在还在台上，我不敢。您能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吗？你不敢保证吧？林局长，别再费力气抓我了。等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会主动去找你的。今晚的事是我故意这么做的，我早就知道李飞被袁万春收买了，他们是想要我的命，我就是想让你看清楚，因为我现在手里没有直接的证据，我只能这么做了，好让你相信我。你这么做很危险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没办法，李局长。我知道李飞不是个好人，他在给袁万春干事，你们不能放了他。耿凤臣，你记着，如果你再跟李飞通话，千万不能暴露你已经看清他了，明白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喂，李飞接近耿凤臣的老婆，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引耿凤臣出来。林局，小船，怎么了？你有时间吗？有事儿是吧？对。去我办公室吧。坐，小山。什么事儿？林局，我有意见。什么意见？坐下说。我到底是不是专案组的人？当然是。那干嘛要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？昨天夜里边你们提前行动了，为什么只把我一个人撇下？小山，你不是也参加了昨天的行动吗？我是后来才赶去的，只是帮你们把人押了回来。前面的事情我全都不清楚。林荫清楚，目前的情况是复杂的。陈云亮平时和关伟走得很近，可能会在有意无意间泄露了秘密，这对破案极为不利。林局，我总是觉得你们有些事情总是在故意的回避我，瞒着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这是你的误解。您把我当什么人看呢？我哥哥是被耿凤臣害死的，难道我还不值得信任吗？我希望您能给我一个解释。小陈，我会给你解释。我还是希望你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，明白吗？我知道。去吧。陈云亮的质问和不满是有道理的，林荫的心里很矛盾。可是有些话现在又不能和陈云亮明说，时机还不成熟。
林局，杨总，这有个情况想跟您汇报一下。坐。啊，我这2个手下今天早上突然不见了，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啊。你的2个手下非法持有枪支，试图袭击耿凤臣。他们利用李飞给耿凤臣下了圈套。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事态恐怕就不好控制。有这种事儿啊？他们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回飞教育教育他们。那您看怎么处理啊？他这事儿。袁总，非法持枪杀人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哎呀，这杀人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！问题是，他们要杀的是耿凤臣呐，这是为民除害啊！袁总，虽然说耿凤臣有命案在身，可如何处置他，应该是法律来定，不应该是您或者您那2个手下去乱来。我记得这事儿我跟你说过，怎么还这么干呢？啊，是，对。不过，人杀死了吗？耿凤臣跑了。那既然是跑了，子弹没打着，应该算未遂吧？您看能不能先把他们保出来？需要多少？您说个数。袁总，这件事儿恐怕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了。要不，您先回去。这件事情可能有些情况，还得请您协助调查，到时候没准还得麻烦您呢。我一定配合。林局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。对了，袁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耿凤臣是怎么把那封恐吓信送到你公司的？想是想过，可是我没想明白，他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我怎么会知道他怎么送进来的？所以林局，您还得受累，赶紧抓住他，也省得我每天提心吊胆的。快了。林局，您是不是又掌握他什么情况了？袁总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快的把他捉拿归案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好，那谢谢啊。林局，听说您有高升了，荣升市局副局长，你看是不是需要我给您庆祝一下？这就不必了。哎，怎么是不必呢？必须的，您得给我这面子吧。谢谢了，袁总。其实升不升对我都一样，庆贺就免了。再说，就算要庆贺，也得等到案子破了，真相大白，也算是我对你有一个交代了吧？啊，对，抓住耿凤臣，把案子破了，咱们一起庆祝。一定。好，谢谢啊。又在演戏。林英看着转身走出去的袁万春的背影，也许就是这个人导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，但是他居然还在自己的面前夸夸其谈。李飞很快就被放了出来，这是林荫的决定，目的很明确，从破案的全局出发，不要过早地引起对方的注意，放长线，钓大鱼。喂，任局。林局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分局呢。好，我一会儿到。好吧，我在办公室等你。任局，快请坐，茶都给您泡好了。哎，好。
哎呀，我这次来呢，恐怕你也猜到，都是自己人就不绕弯子了。袁总的2个手下拘了吧？是。下一步你的打算？非法持有枪械，报检察院批捕。这么重？哎呀，郝连成这回恐怕是倒霉了。我没有过来说情的意思啊。哎呀，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惩罚，没得说。只不过郝连成真的非法持有枪械，在情理上也确实说不过去。可是毕竟有人在威胁着袁万春的生命，袁万春是他的老板，一个手下对自己的老板这么忠诚，也不容易，是吧？可是任局，像郝连成这样的人拿着枪走在大街上，难道不危险吗？那当然，所以我不是来说情的。虽说我跟他们老板关系不错，但出了这种事儿，绝不能姑息。邻居，这件事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只是过来问一声，来一趟不容易，顺便看看弟兄们。你忙？要我陪进去啊？不用不用，好，就这样。任局，您找我。晨儿，在专案组干得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是什么意思？来，走走。阿晨啊，我了解你，直性子，不会绕弯子。在专案组干的有点委屈，是吧？没有。行了，我不问了。难怪呀，那种不被人信任的感觉，谁都有过。任局，您说的太对了，我陈玉亮再苦再累都不怕，只要相信我，我这什么都能做好。可是他们，我理解，我理解，这一点呀，我们都一样。我找你来啊，是想让你把郝连成的笔录拿出来让我看看。郝连成的笔录在鲁局的柜子里锁着。任局，您看那个干什么？你说郝连成，我又不是不认识，他犯了事儿，我总得了解一下，过问一下，是吧？找个理由啊，跟鲁鹏把笔录借出来。对，就说你要研究研究笔录，寻找突破口。啊，好吧。陆局，郝连成的口供笔录能借给我看一下吗？怎么了？我想再研究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出些线索。啊，谢谢陆局。任局，您笑什么呀？小陈啊，你真是个实在人呐！啊，眼巴巴地看着这本笔录，你以为我会在这上边改动一个字？没有，我哪能看着您呢？就是嘛，我就是看一看。
再说了，我就是坐在这里给鲁鹏打电话，要他把笔录送过来给我，他能不送？还是林荫拒绝我？那当然不会了。就是嘛，专案组也是凤春市局领导下的专案组，我让你拿，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这个市局局长信不过他们，从中插手，对不对？你陈云亮是我一手带进春城分局的，我信得过你。谢谢任局。以后啊，多个心眼儿，有事儿多跟关伟碰碰。知道。把笔录拿回去吧。任局再见。黄政委，邻居，任大强是不是来求情来了？他来问了问情况。哎呀，这个案子的线索随处可见，可就是查不下去，也突破不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还有徐静安和关伟，如果他们俩真有问题，那这件事可就严重了。像这种人穿着警服拿着枪，再干出点别的事情来，我们责任重大呀，必须想办法尽快解决。可现在懂他们，时机不成熟。目前最大的难点，要想查清事实，就要惊动他们，但是不行，必须要有一个两全的办法，既要查清他们的犯罪事实，又不能惊动他们。何政委，你看这个，致命的失误。这是咱们部刑侦局下发的，要求组织全体民警学习，全是咱们公安民警在执行任务时伤亡的案例。我明白了，对，组织刑警队认真学习这本书，还要联系实践，现身说法。这个办法好。任局，哎，是我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袁万春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他觉得昨晚的诱捕失败不是偶然的，是有人在朝自己的脖子上套绳索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软硬不吃的林荫。袁总啊，这事儿简单了。我刚才看了郝连成的笔录，他们还算聪明，没有被人现场摁住。怎么讲？郝连成在林荫抓他们的时候，手上是空的，他们把枪扔到了沟里，枪是陈云亮从沟里找出来的，明白了吧？有点意思。你马上去趟看守所找个律师。这事我会办。这个是远香茶楼的大门，这是楼梯，2楼右手边就是出事的房间，在这儿。按照笔录上的说法，案发现场的站位应该是这样的：1号是耿凤军，2号是袁万春。耿凤军持枪顶住了袁万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关伟和陈永清出现在门口。3号应该是关伟，4号应该是陈永清。按照关伟当时对检察官的陈述经过，他是接到了茶楼老板隋然的电话，说有2个人在他的包间里绑架了1个人，用枪顶着脑袋。
他是偷偷的跑出来给关伟打的电话。关键的是，这个虽然为什么没有打110，反而给关伟打了电话？关伟的说法是，他跟虽然以前就认识，他经常去他的茶楼喝茶。他曾经跟虽然说过，他的茶楼出了任何事情都可以马上通知他。所以，出了事儿以后，虽然就在第一时间给关伟打了电话。关伟说他接到电话以后，就马上汇报给了陈队长和徐大队，然后自己就赶过去了。后面的描述就是整个案件的关键部分。他赶到茶楼的时候，正好陈队长也赶到了，他们2个人就在后援还没有赶到的情况下，直接冲进了那个包间。那这个路线，就应该是他们从门口到案发地点的行进路线吧？对，他们到包间的时候，正好看到了耿凤军用枪指着袁万春的脑袋，陈队长就用枪指着耿凤军，让他把枪放下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耿凤臣从后面出来了，一枪打倒了陈队长。这个是耿凤臣的位置。按照关伟的叙述，耿凤臣当时并不在包间内，可他跟陈云清却以为耿氏兄弟都在包间里，所以才冲了进去。谁知道耿凤臣却在外面，这才吃了亏。耿凤臣开枪击中了陈允清，关伟当场就还击，击毙了耿凤军，而耿凤臣就趁这个机会逃脱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徐大队长也赶到了，马上追击耿凤臣，但耿凤臣已经逃脱，不见踪影。我们复原了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。首先，陈云清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，就带着关伟冲进了包房，这本身就有问题。陈云清是一个老刑警了，他应该知道，对付控制着人质的绑匪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，是需要集中绝对的警力，要对现场周围进行仔细的勘察，制定严密的方案之后才可实施。可他怎么能这么冒失，带着关伟就冲进去了？仔细分析之后，就会发现，陈云清被耿凤臣枪击，这也有问题。首先，陈云清、关伟进入茶楼之后，一定会对茶楼进行仔细的侦查。可为什么没有发现耿凤臣呢？而等他们进入房间以后，耿凤臣却突然从后边冒了出来，向陈云清开枪。当然，也有可能他们搜查的不够仔细，有疏漏，让耿凤臣从自己的眼皮底下划过去了。但是，如果耿凤臣是在茶楼里，他们进来以后，为什么他不开枪？也一定要等到他们2个人冲到包间里去，等他们拿枪指着他的哥哥的时候，他才冲出来，对陈云清开了枪。根据关伟的陈述，耿凤臣是从后边冲上来，一枪杀害了陈云清。可茶楼的包间并不大，为什么耿凤臣杀害了陈云清，却没有向关伟开枪，让关伟有机会击毙了耿凤军呢？按理说，杀一个警察是死，杀2个还是死。那么耿凤臣为什么不向关伟开枪报复，反而转身逃跑了呢？还有徐静安的供述。徐静安说，他到了茶楼的附近就听到了枪声，等他赶到茶楼，正好看到了耿凤臣从里面跑出来。他当时让耿凤臣站住，可耿凤臣不听，他鸣枪警告，他还是不听。于是徐静安就对耿凤臣开了几枪，可还是让他给跑了。等他回到了茶楼，这个时候，关伟正好扶着袁万春从包间里走出来。关伟告诉徐静安，陈云清死了，耿凤军也死了。徐静安就在包间的门口看到了2个人的尸体。在我们分析整个事件的过程中，可以看到很多逻辑的漏洞。
首先呢，耿凤臣已经杀害了陈云清，而又亲眼看到关伟击毙了自己的亲哥哥耿凤军。这个时候他不开枪向关伟报复，反而是逃跑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徐静安连着向耿凤臣开了好几枪，而耿凤臣并没有还击，也是一味的逃亡。这样是不是可以推断，真的就像耿凤臣所说的那样，他没有武器，没有枪？可是这些疑点，你没法追究。你要提出来，徐静安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来推搪。所以，我们理清了逻辑上的关系之后，还是那句话：证据。在这个事件中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当事人袁万春，他的笔录很少。只是说，当时受到耿氏兄弟的邀请去茶楼喝茶，进了包间以后，耿氏兄弟拿枪顶着他的脑袋，逼着他签字，廉价转让自己的配货站。而这个时候，茶楼的老板发现了，报了警，关伟冲进来击毙了耿凤军，而他也亲眼目睹了陈云清倒在了耿凤臣的枪下。证词虽然不多，但是疑点也很多。首先，袁万春平时出门的时候，总会有几个手下给他做保镖，而这一次，他却什么人都没带。而约他喝茶的，恰恰又是他们的对头，耿氏兄弟。其二，耿氏兄弟是用枪顶着他的脑袋，逼着他签字转让自己的配货站。这种做法也很让人费解，因为袁万春也是本市的名人，影响力也很大。如果事后他向公安机关报案，那么耿氏兄弟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。他们会愚蠢到用这种方法来逼袁万春转让他的配货站吗？还有隋然的笔录漏洞也是相当明显。他说他是在给耿氏兄弟上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怀里好像是有枪的。等他回到包间，又看见袁万春被枪顶着，他害怕了，偷偷地跑出茶楼报的案，又等着关伟和陈永清过来，领他们走进了茶楼。是，耿氏兄弟怎么会找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茶楼做这种事儿呢？又怎么会对茶楼的老板毫无防备，允许他跑出去报警呢？还有，茶楼老板领着关伟、陈云清进入茶楼以后，他怎么会知道包间内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？难道跟着关伟、陈云清进了包间吗？喂？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。邻居，出什么事了？看守所打来电话，说郝连成翻供了。翻供？翻什么供？他要求见检察院的人，说我们有逼供行为。他说枪不是他的，是我们的人从路边捡的，非逼着说枪是他的。混蛋，这帮混蛋！邻居啊，刚才检察院的孙检给我来电话，说他们刚从看守所提郝连成他们出来，本来要直接来你这儿进行调查，让我给拦住了。我说我先和你谈谈。没关系，任局，可以让孙检直接来找我，我可以面对面的跟他谈。邻居啊，我当分局局长这么多年，检察院的检察官倒也经常来这里走动，但调查我们自己的还是头一次，别怪我多嘴。我是觉得和他们熟一些，还是先和你通个气好。任局，
这件事情事实清楚。那是，那天晚上的行动是你亲自指挥的，难道说你一个公安局局长还会撒谎，诬陷他一个公司马仔？您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就是很可笑。我和孙检说了，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控告。可孙检说，郝连成当时被抓的时候，一口咬定他手上没枪，这是不是事实？他撒谎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他拿着枪，放进了旅行袋。你们在跟踪他？我们不是在跟踪他，我们是在保护袁万春。出于安全的考虑，为了防范耿凤臣对他进行报复。其实啊，袁总对这件事情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。哦，他倒不是针对你邻居啊，他是对鲁鹏有意见。说白了，就为这件事，我不知道协调了多少回，可是至今我还摆弄不清。袁总觉得很委屈，这不，把电话打到上边了。只不过我在刚来的路上接到了上边的电话，让我过问一下此事。这是林荫主抓的案子，为什么任大强总是要干预这个案子呢？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林荫。上边的意思呀也很清楚，说你对检察院系统啊不熟悉。万春集团呢是我们的支柱企业，袁万春呢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身份也特殊，所以上面呢让我出面协调一下此事。哎呀，袁局，袁万春这么做，我就有点奇怪了。我是在保护他的安全，是不是我抓了他的人，他有点心虚啊？他告我什么呀？走，林局啊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其实袁总呢，主要是想保他的人出去罢了。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，这件事情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他想保出去，门都没有。林局啊，消消气，想想再说。我跟孙检说了，上边的意思呢也是不扩大，真的要闹起来，说春城分局被诉讼了，大家都不好看，是吧？那我先走了，你再想想。谢谢啊，任局。不用。郝连成的突然翻供和任大强有关系吗？袁万春为什么会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呢？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说我们给他栽赃，我去看守所提审他。别着急，一定是背后有人指使，他才会这么做。我们现在稳住了。我倒想看看他们能耍什么花招。林局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同意取保？什么？这案子不清不白的，怎么能取保呢？我同意林局的意见。郝连成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袁万成现在死命的保他，这里面一定是会有原因，干脆把他放了，看他们还能跳得多远。我知道，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哎，袁总啊，刚才林爷来电话了，他准备放人。对，你马上去交保，把郝连成他们领出去吧，告诉他们要遵纪守法，别再惹事儿了，啊。这本书是我们的战友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，一个个真实的案例，特别是对我们刑警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，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。我倒是建议可以实地演练，这样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情景。
以便在以后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应对有道。做刑警的人，哪一个不是天天面对着危险？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谁是例外的。怎么会有例外呢，林局？我们的陈云清队长不就是在执行任务中被害牺牲的吗？没错，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我们当警察的是要保护人民的，可我们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这才能保护别人。这个案例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的。是，这是发生在我们局的一个真实案例。对了，徐队，你可以跟关队把这个案例再给大家讲一讲，好让大家明白。必要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到实地再演练一下。这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实地演练一下，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当时的情况，吸取经验教训。以后呢，遇到类似的情况，避免发生错误。